我昨天有個朋友說他新建了一個區域，然後這個區域建壞了以後該怎麼辦呢？我們可以先看一下，比如說這個車流量不多的情況下啊，我們是可以在旁邊呢去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改造的。比如說我們先找到這個護岸啊，把這條河先簡單的去遮擋一下，要不然有一些土路的話，我們這裡做城市是做不成的，只能做一個鄉村。你看啊，這樣去圍一下，把這個護岸徹底給拉好了以後，然後我們可以把整個區域全部塗成水泥地。至於現在這條護岸看起來這個角度有點太刁鑽了所以我們可以先拉幾條直線，拉在这兒，然後呢在某個節點再刪除一下，再用到這個彎道的工具，這樣就比較好連接了，是吧？而且這個高度不用我們怎麼去調整啊。那麼繼續拉直線的話，我們可以來到這個位置，比如說先給它留一部分的空隙，通過這裡去打彎道。基本上還是挺圓的。你看我們把這個位置做好了以後啊，那麼我的朋友啊，距離把这個地方改造好，他就成功了一大步了。其實有的時候這個遊戲看起來確實有點鄉村，我們只需要把整體的這個主題給做好，其他的沒有問題。那麼現在至於上方的樹木比較多啊，我們可以先選擇一個框顯的工具，比如說把樹木給留起來，然後呢整體給圈起來。城市裡面是可以有樹的，但这個樹的顏色一定要真實，現在有點太淡了。哎，樹木刪了以後，你看上方的位置，我們這個時候再全部把它塗成水泥地，這個刷子大小也可以調大一點。這個水泥地再結合着我們的護岸，一會兒啊，先塗一部分給大家看一下效果。按照現在的景別，我們在這個護岸旁邊如果說走一條人行道，那麼這個區域就有一點像城市的感覺了，是吧？至於前方的話，我們還沒有去修整，在後期可能在這個高速的旁邊也需要蓋一部分房子，然後需要我們加一個新的立交了。這個主幹道現在明顯是不夠的，我們來上方的位置呢，選擇一條 CSUR 的道路。先從高速旁邊去開一條路口，這條路口不一定用得上。然後另外一個方向呢，比如說先拉一條直線。那麼這裡的兩車道呢，可以提前把它給抬高，比如說從這個位置開始，然後呢升起，做一個升起。不用那麼高，只要能越過這條河流就可以了。我在对面也需要接一條主幹道，我是這樣一個想法啊，你看上方的人口，右方商業區的人口，再加上工業區的人口，最終把幾條路線全部匯在一起，然後呢我們再起一條新的立交，讓它直接上山。至於這條道路呢，可以從這個位置去拉一條直線，讓它以高架的一個形式，比如說走在這兒，然後從對面啊，我們從這個位置再拉開一條道路。先拉一個直線，然後呢再做一個升起，高一點，好像有點太矮了。然後這條道路呢，我們先把它分成1、2，從這兒開始走一個大環線。這高路從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從視覺上看的話不是太好看。我們可以先把它抬高到這个位置，就不從下方去穿過了。至於這邊的1車道呢，還得提前把它變成2變成3，或者為了節省時間呢，可以從中間先開始漸變，2再變3。現在看起來好多了。然後呢，這個3車道啊，對面的2車道呢，我們先把它和這個節點去連接一下，讓它直行，高度再統一。然後對面呢，對面是比較好連接的。比如說我們通過這個二匝道漸變的話比較好漸變，可以先讓它直行一段時間，通過這個距離呢，再把它變成3P。OK， 然後這條新高速呢，3車道把它統一到2車道以後，我們繼續讓它向右走。
然後旁邊的空地還很大，我們需要在这兒呢也增加一個路口。可以看一下，這是比較有意思的，4條道路各不平行，我們做起來的話應該會有那麼一種不規則的美感。比如說這條路呢，讓它適當的彎曲一點點，這個彎度沒有問題啊，有點我們生活中的樣子呢。遇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路口，你比如說啊，我們現在可以先確定一下這個立交的主幹道，比如說上方的路口還有下方的路口，兩個面積比較大的地方，我們先把它連接，稍微彎曲一點點是無所謂的，來個比較大型的弧度，這樣比較大氣一點。然後這條匝道讓它向右走，右邊的道路呢，我們需要先提前把這個節點給升高，因為這條路現在挨得有點太近了，必須得讓它越過前方的匝道。比如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啊，用這個匝道呢，我們直接去連接對面的匝道，把2條匝道連接在一起。那麼至於右邊的路口挨得有點太近了，我們直接去連接的話，它不是太好看。想連接的話也能連接，但就是這個造型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右邊的匝道呢去多連接2個路口，讓它多走一點。OK， 一個簡簡單單的不規則立交橋已經做好了。然後啊，我們來到對面吧，比如說這裡可以把遊戲先繼續了，需要繼續蓋一部分房子啊。先檢查一下，我記得這個高速旁邊好像蓋不了房子，果然是。那麼只能在這兒去規劃一條新的主幹道，比如說我們用遊戲自帶的一條道路，然後呢，通過這兒先去拉一條直線，哎，正好可以連接在一起。或者我們要不要和右方的道路去統一一下？這是一條6車道公路，是吧？直接把它升級就行了。哎，沒想到這條道路現在直接畫在一起了。剛才有一些護岸啊，我在某一些節點做的比較直，就是為了修這條道路的時候啊，我們可以從這兒把它抬高，抬高一個節點，架起一個小橋梁。來吧，找套獨特建築，新百廣場，動態 LED。獨特建築有了一個以後啊，看一下對面可以放一些什麼樣的商業。我們找到這個可生長啊，高密度商業區。左邊的格子雖然小啊，但是我們可以放一些高一點的，把它做的稍微立體一點。但是這個房子雖然挺漂亮的，不能放在那兒，把它放在這兒。盡量要把它的主題變得一樣啊！你看這個商店在1樓不用我們去裝飾，那麼在2樓呢？如果說能夠把這2個商場連在一起的話最好。現在做每一個區域，盡量要讓每一個區域的風格看起來一樣。比如來這個2層的樓梯，這樣看起來就一致了吧？2個樓，其實2個樓沒有任何的關聯。我們用人行道把它連接了以後，它就是一個完整的商業圈。至於旁邊呢，我留有了一部分空地，我們可以去手動去建設一個香港主題的人行道。先瞧好了以后，来吧，可以開始放建築了。我們連接一下它的電源，然後讓這幾個建築可以快速的運營，好方便我們的市民快點過來。其實這個位置車流量已經不少了，目前來說，看一下這個路口啊，這個路口現在2個路口可以右轉。OK， 留2個路口好像沒有問題。至於這裡的商店呢，我們可以先找一下公園裡的建築。比如說通過這個橋梁旁邊先放一個廣告牌，好像這樣，讓來到這個區域的司機一眼就能看到一個廣告，這樣比較真實。
這個橋梁旁邊是肯定不能放置建築的，我们可以在這裡呢做一個小型的停車位，放在大橋下方，怎麼樣？新百廣場有那麼一點啊，有那麼一點山區裡面商場的感覺了。至於這兒的話，至於下方，我們繼續來放置建築。我去，旁邊的這個商場需要300多名市民。那麼對面這麼多居民區，我們下期可能需要為他們建設學校。現在先把這個區域給完善了吧。這個區域我們還是不造景啊，盡量把它填一下，把那些空地給填滿就行了。不用擔心這個經營的問題，反正後期我們可能會把它連成一片的。至於高密度商業區啊，先優先找4×4的。哎呀，有個房子已經廢棄掉了，那把它放在這兒吧。現在商店肯定是不能再蓋了，再蓋的話還會廢棄掉，因為他們缺少一部分工人啊。比如說這個樓，它現在還缺少200多位工人，需要的工人都是一些受普通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今天蓋學校的話，肯定來不及了。又廢棄一個，然後這個河邊呢，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加一個小圍欄什麼的。現在看起來太空了。哎，當然這個圍欄是不能太大的。OK， 這個地方現在應該是已經開始有車輛了，行人也不少了。但是還有很多細節需要鋪設啊，現在好像其實錄不了了，等這個遊戲還得加速一部分時間。我們的住宅區、商業區穩定了以後啊，我們可以繼續在這兒造景。